看起来是身心灵家事是有顺序，但其实每一个面向都是一个独立又互相连接的。我们觉得你的身心一定要优先顾好嘛，然后灵其实是最重要的，这跟大家想象不太一样。你先把灵的定位设定清楚，其实你在很多方向上都会更清晰。老实说，我也是同时在学习心跟灵，只是说可能系统就不一样了。我在学习心，那我可能就比较偏向萨提尔，对。但当我在探索灵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偏向像你刚才讲的宗教的一些信仰这一块，对啊。那我觉得所谓进入到灵的这个层次，就是在追求真我。男子汉学院。本节目由台湾最屌的 Podcast 录音室 Mike My 赞助播出。大家好，我是 Eric 摇马。大家好，我是 Jeff Machine。新的一年2025到来了，男子汉学院秉持我们节目的宗旨，就是探讨男性内核，让你更了解自己的节目。然后新年大家最喜欢了解或者最喜欢设定的就是新年新希望。你会吗？我会啊，当然。OK， 我后来觉得，其实真的做计划虽然不见得赶得上变化，但还是要做。然后新年的计划如果可以具体的写下来，会协助你在过程中间思考。所以像超男就有身心灵家事社嘛，所以我现在去年跟今年都有按照这6个面向去做我的新年目标的设定，写在笔记本上面。可以分享一下。去年的检讨就是有些大家都一样，有些有成功，有些没成功。然后我的身的部分，当然因为我本身是专业教练，也是曾经是职业运动员，所以我强调就是我要维持我身体状态。譬如说每天早上起床要静坐，要晨间训练，然后每天大概要训练至少1次晨间训练之外，然后饮食要注意，然后要控制体重，就是我有具体的数字啦。但大家就是可以自己用自己的数字，然后行就是我今年设定我要看完哪一些作者的书，然后要思考，然后家就是跟家人的关系嘛，或是另一半啊什么之类的。我现在还没有另一半，所以也是设定目标，就是把6个面向很具体的去写出来。可以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哪6个面向？身体、身、心就是内心，那内心包含自己跟我们在感情关系也是归纳在心嘛。然后灵就是信仰、宗教。或是你自己有比较心灵部分的探讨，灵魂变这样都可以。然后家就家庭，然后事就是事业，社就是社会责任，6个。那超难的系统把这6个东西看成一个完整的个体，就是你必须要在6个面向都有发展，都要均衡。我认同啊，我觉得对啊，这个涵盖的算是设想的已经很周到、很完整了。我觉得我们能够成为更好的一个人，从这6个方面着手，我觉得已经非常足够了。因为很多人都会说，我今年希望是要减肥，或者我要赚很多钱，可是很少有人会做全面性的。没有想到说其他东西都要兼顾，所以我觉得它等于是提醒你自己在思考规划上不要有盲点了。那要排优先顺序吗？没有，就每个都要写啊。它看起来是身心灵家事是有顺序，但其实每一个面向都是一个独立又互相连接的。是，但是你也知道，我们设定一个目标，还是要 prioritize。对，那这个东西你怎么看？是比如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优先顺序嘛？应该是这么说嘛？基本来讲啦，我们觉得你的身心一定要优先顾好嘛。然后灵其实是最重要的。这跟大家想象不太一样。你先把灵的定位设定清楚，其实你在很多方向上都会更清晰，怎么去符合你对自己深层的需求。但是你只有设定灵，你身体不好也不行。是，对，所以就讲到这里哦。你有什么？你没有没事啊，我怕打断你又忘记了。有检讨一下。我不用检讨，但我很怕你忘记，所以要让你先讲。礼让年长的人。OK。其实我觉得现在的人包含我自己也是有探索过一段时间，就是心灵，跟灵魂，身心灵的心跟灵，对，怎么区别？你刚讲到啦，我自己的认知跟在系统上面讲，心就比较偏向内心探索跟关系之间，
如果真的要去做比较粗浅或是比较浅显易懂的定义的话，灵就是属灵跟灵魂跟信仰。但是好抽象啊，灵魂好抽象。对，所以我们讲了信仰，或是说在一些深层的探讨上面，那心就是内心嘛，内心的状态。比如说我今年要更正面的去面对事情我今年要跟我的另一半建立更友好，然后互动更稳定、更频繁的交谈，一天要有一次，或是一个礼拜要怎么样，然后固定要做一些什么事情，就比较具体的。那灵的部分可能就定义说我像我自己啦，像我去年底开始对荣格很有兴趣嘛，那荣格作品的内容很多都是探讨心理学，但是又延伸到有点宗教意味，然后像我现在对宗教也有很浓厚的兴趣，所以这个部分我就把它放在灵，而不是放在心。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你现在是沙提尔专业的那个就是在这个历程上，对 ，OK， 进入到人生另外一个阶段。萨提尔对于心，对，有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状态有很多的研究嘛，就是说，我们人类的行为就像一个冰山，对，那在冰山的底下。隐藏着我们许多的，其实那个就是所谓身心灵里面的心的这个部分，那它是包含了情绪，对，还有你的期待，对，还有你的渴望，还有你的观点 ，OK， 这个就是其实会影响你行为最重要的东西，对。那渴望跟期待是不一样的对，渴望是比如说我们每个人普世的价值都有追求自由，追求爱人。追求被爱，被尊重，这些就是还有追求意义，对，这个就是我们内心底层每个人都有的一种渴望。但期待跟渴望的差别在于，期待是因人而异，你要实现你对于一种渴望，对，比如说我要实现我对追求自由的渴望，那每个人的期待方式不一样，了解，对。那我们有时候心里面，或者说我们在待人处事、工作上，或者在我们的人生里面遇到困难，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冰山底下这些东西没有去挖掘出来，出了一些状况，比如我们比较学术的讲法叫做盲点，但是盲点其实大家也听得懂嘛，就是你没有看见他在那里，但你没看到。对，最简单一件事情，比如说像我刚才讲冰山底下观点上面的问题，那观点上的问题就是说你。一种是叫骤下结论，对，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因为你习得，因为你有成功某种事情，因为你一直这样做，它为你带来好处，所以你学会一个理念，比如说我们永远要待人为善，与人为善，那真的是很好的事情啊！你这么做也一定会为你人生带来很多好处，对。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造就成一种比较讨好的人格，就是设定这个很好，但也是一样有点抽象，没有很具体的告诉你。应该是说这个观点是很具体，但是它会导致你全面性的，你就变成当有的时候你可以不与人为善，比如说你被欺压的时候，那时候不需要了。但问题是当有的，所以这个叫做盲点。对，有的时候为什么你一直做出你自己违背你内心的行为，然后你找不到原因，然后为什么让我这么不快乐？那挖掘到最后，发现原来它背后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观点。那为什么这个根深蒂固观点植入在他心中？因为他学习到这个东西是对他的人生是有好处的。对啊，你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吗？就是有一个人在一个就是遇到洪水。然后他就抓着一根浮木，对，就抱着然后冲到已经到了山下了，然后已经安全了。然后大家问他说：“你怎么了？”他说：“有洪水，我抱着这个木头我才能够活。”然后大家说：“没事了，这里山下没有洪水，已经安全了。”然后他不愿意放啊。那那个东西就是一个观点，因为这个东西曾经帮助过他，所以他放不掉了。他放不掉。对啊，那有的时候。我们刚才讲到身心灵的这个心，你可以去调整，或者是从
别的角度去看待你的心的话，那你就可以在人生上面可以获得一些不同的角度，然后你就可以成长。了解。对，那刚才聊到灵，那像心理学啊，或者是说我们自我成长，现在有的时候会聊灵，有的人不聊灵。就像你刚才讲，荣格他虽然是心理学大师，问题是也走向比较对他就蛮多去研究有关灵的这一块。那我觉得有的时候这个也是会有很多误导，或者我不是说荣格，我是说当去谈心的时候，把灵也扯进来。我觉得要有系统的去讲，会是好事。所以我也觉得应该要区隔开啊。它是很接近的，有串联性的，但是心跟灵要从两个层面去设定跟看待。没错。在我们个人成长，它是要一起的，但是当我们做讨论的时候，是要分开的，是要先分开来。对，但我觉得我也在学习，因为老实说，我也是同时在学习心跟灵，只是说可能系统就不一样了。我在学习心，那我可能就比较偏向萨提尔。或者是教练，或者是一些传统心理学派跟不同心理学派的一些研究，对。但当我在探索灵的时候，我就会比较偏向像你刚才讲的宗教的一些信仰这一块，对啊。那我觉得，如果现在的人其实对宗教是应该说陌生吧，对啊。那所以我常就会思考说，到底我们人的意识到底，或者是我的想法，我要归在哪一块？对啊，那我当然就我们之前有聊到嘛，就是说，比如说禅修啊、静坐这些东西，我就可以感受到这个差别，就是在于所谓进入到灵的这个层次，就是在追求真我。对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比较偏东方的。对，但是现在东西方在这个想法上面慢慢开始汇集了。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事情。对啊，那所以所谓的灵，就是我们现在我的身体跟我的意识跟我现在在讲话这个人不是唯一的一个我，而且它不是真正的我，真正的我其实是高于这个东西。那个东西其实就是进入了灵的状态，灵的领域。OK， 对啊。那你今年的目标有设定什么东西？我今年的目标，2025年，你的目标有设了什么？你刚才也讲到了嘛，就是比如说我对于我自己设定目标，我发现我其实是比较像是 by project。OK， 那当然一个新的一年开始了，我会觉得说，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是不是要开始设定新的目标？但通常我是比较像是我上一次设定的目标，我有没有完成了？那我不会讲具体一点的。by project 对很多人来讲很抽象，那种计划什么意思 ？OK， 比如说我之前去上了萨提尔的课，那我就是希望拿到 ICF 国际教练认证的这个资格。对，那这个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要执行的 project。对，那比如说我觉得设定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最重要的是说，那你有没有设定时程？对啊，那我觉得我在设定目标的缺点就是，我觉得我在设定时程这件事情不够精细。就几月什么时候，几个月内，几个礼拜后什么干嘛要达到，就你没有去设定那个东西。原因是我有的时候会觉得压力好大。可是人家有讲过，人家探讨过，就是你设定目标，如果可以配合时间的期限的话，达到目标的动力会比较强一点。对，所以等一下我们会讲嘛，就是 SMART 原则。OK， 对，那我觉得我之所以有些事情我抓的比较宽松，是因为比如说像工作，工作我觉得 SMART 原则，对，但是在学习上面，我不会设的那么的死。对，其实我有 timeline。我的设定是，但是弹性稍微大一点。对，我的 timeline 是从我开始到结束我会说我要在比如说2年内完成这件事情，或1年内完成这件事情。那比如说我前一阵子回去上一些结尾的课就是那我发现我跟一些同学比起来，其实我的进度算前面的耶。对啊，那
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啊？那但是我觉得对于学习这件事情定的太严格太死，我觉得会有一些，比如说啊，你一个东西你其实就还没搞懂，然后就硬要往下一个，对，那你就要 move on， 对，所以但你就要赶快完成啦，所以有时间压力就是这样，时间压力的好对的帮助跟缺点负面都在这里。right， 那你讲3个，你讲3个，我讲3个，今天设定的目标 ，OK， 不管什么 by project 都可以。好，第一个就是那个认证的完成 ，OK， 对，那第二个嘞，第二个就是我开始要认真一点经营这个个人品牌 ，OK， 对，这我也有，对，那问题是这个事情就很抽象啊，什么叫抽象？我们再用步骤去完成。第3个是什么？第三个，第三个就是持续探索当一个更好的男人。这是人生目标，这不是1年的目标了。我每年都要每年，但有没有再个人一点的？再个人一点哦，有，对啊，有情谊，就是对，应该就是我其实我觉得这一个东西让我感觉很挫折，就是我从蛮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有在玩吉他，对啊，对，但是我觉得我一直没有很认真的练习。OK， 对，我总是会在一个关口就放弃。对，那我觉得我最近有重拾吉他，然后有一些进步，但是我觉得我今年就得要用 smart。等一下我们讲 smart， 用这种 smart 的方式去设定目标。smart 是一个真的很棒的工具。对，那你呢？我的3个目标，第一个是我要维持我2024建立起来的习惯，就是早上起来要静坐冥想，大概35到50分钟，然后完成1套晨间的徒手体能训练。然后这是第一个目标。然后第一个目标延伸出来的目的是我希望可以把体重维持在87公斤左右，因为我最近体重有点上升，可能太幸福了，年底吃太爽了，没有幸福啊，就是一个人比较自由自在一点，所以就是有时候吃东西比较随性，对。然后第二个目标就是我今年想要把荣格的书大概都看过一次，就是台湾现在有的比较重要的著作啦，我已经把书单列出来了，对。然后红书大家都一直说是奇书嘛，天书，然后我想把红书今年也看一看。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Stephen Covey， 就是与成功有约，他的系列我今年也想好好把它看完。对，很多人对成功学会抱着一个这有用吗？或者就鸡汤。可是我觉得 Stephen Covey 与成功有约这套书，他的方式跟他的思想都很清楚。我们聊过这本书，对啊，我今年就想重新拿出来看一次。就是有些地方我希望需要这些东西去帮我重新规范一下纪律跟那个其他的东西。然后第三就是我今年也打算把个人 IP 重新再做一下更新跟调整。然后这个部分我有找人合作一起弄。对啊。然后其他像家庭的东西，就是我希望我可以多花点时间陪妈妈。觉得这个比较小的目标啦，但是也会一步一步执行。所以我们到2026再来检查有没有完成目标。好。讲到那个与成功有约，我们南山学院前身打嘴鼓有聊过。对啊，对，但我觉得可以再聊着。因为你刚才讲到，我才发现其实我在比如说阅读其他书籍，或者是我甚至看电影。比如说一些纪录片在讲一些比较深层的事情，我真的觉得，因为我们当初就讲过，这本书当初被拿来当作是一个企业管理的这种，但其实它根本不超越企业管理的范畴。对，而且甚至它 apply 到你刚才讲的身心灵家社，对不对？家事社，它只是包装的很像企业管理书，但其实里面的内容跟方向非常的深入到个人内心，但是浅显易懂。对，至少我觉得，如果你花时间用心去看的话，它一点都不会抽象，而且所谓的浅显易懂，并不是说你就很轻松的看，而是说它没有一些咬文嚼字，过于艰深或是过于专有的用词。对，然后它会把所有的概念都解释的，让你有办法去想象，借由一些故事啊，或者借由一些图像，让你去
比较能够去 get 到他到底想要表达，所以我会觉得这本书是奇书啊，是啊，对，而且屹立不摇啊，而且很厉害，爸爸写完了，儿子还可以跟着承接爸爸的书，然后继续延伸作为一个，他们现在好像是一个教育的公司了嘛，然后已经给儿子在接，然后就还有持续出版新的东西。然后像我们超男有一个兄弟也是，他们是代理，然后是做青少年学龄在学校里面的，然后去做教育，然后就是用 apply 对用与虫有约的概念弄到学生的身上，我觉得蛮有趣的。他就说来参加，就讲到这件事，我说我超爱这本书，他说他们现在也觉得这个东西如果可以落实到年轻人的生活中的话，会产生很大的帮助。当然，我觉得如果青少年时期就是能够读懂这本书，读到这本书，然后读懂这本书，那我觉得真的我的成功就不是只是跟我有约了，对，成功就是你老婆了，对。好，那刚刚你有讲到嘛，我们在超男里面也提到，常常讲到一个工具叫 SMART，然后我们幺嘛来讲一下 SMART 到底是什么样的工具。这个你可以看小抄没关系，这个其实也没有很需要看小抄，对。我看小抄，我每次只记得 SMART Go， 可是我都忘记实际的步骤。SMART 第一个，每一个字母是一个英文字的开头。对 SMART， 对不对？对。那 S 是什么 ？Specific， 那中文就是很明确的，明确的，对不对？然后 M measurable， 可衡量、可测量，可以去衡量它。我刚才想说 N 是 N 属性吗？不是吧？不是 ，measurable，OK，miserable， 差很多，可测量的，对，可衡量的，对。然后呢 A achievable， 可达成的，对，就是可完成的，对你不要设定那种很抽象的嘛，对不对？或是太高了达不到，对。然后 R relevant，OK， 就是有相关的有关联性的，对。那 T 嘞 ？T 就是 time bound， 就是有时限性的。我们刚才有聊到嘛，就是这个东西你不能设定，然后你都没有时间的压力也不行。对。然后我觉得 relevant 你可以讲一下，大家可能比较会需要理解是 relevant 就是相关的，在 SMART Go 里面有什么关系？比如说我们等一下要聊到的。什么东西？就是应该是说，格斗选手有时候设定的目标，有时候他就很难 relevant，对不对？就这样讲好了。譬如说，你今年设定的目标是我想要成为一个作息正常的人，然后我想要让自己在性格上面更好有提升，然后怎样。但是你设定一个目标是我今年要把100个妹，那就不相关了，因为这个事情会影响到你其他目标的达成。你说我想要成为性格更好、更有道德感，或者说在自我要求上更好的人，但是你要把100个妹，可能就会抵触这个目标，那就是没有 relevant。那你可能要改变一下。我觉得你解释的很棒，真的吗？就是比难得你会夸奖我，一定要夸奖，一定要夸奖。这样是因为沙提尔的关系吗？就是要鼓励发言，所以用正面的方式。这样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要学萨提。OK， 因为我以前就不会被我打。我以前嘴太尖，也不会啊。我在赎罪。你嘴不会贱，你只是我小时候了，那个20几有罪恶感而已。对，有罪恶感。对，现在我其实对讲话都还留点余地。没有，但我今天刚好在看一本书，就前一天开始看，就是《与梦想的4个约定》嘛。他其实就有讲到，就是要用纯正善良的话语去对待自己跟别人。他说语言是有力量的嘛。对，我之所以改变这么大，其实我相信的是这件事情。对啊，语言有力量啊！你看以前有什么言灵师，然后像《咒术回战》里面有个狗卷，他讲话是有力量的嘛，所以他就是平常都要讲一些实物。什么尾鱼铁火卷，什么干嘛的，然后他要发施咒的施术的时候，他才会讲他要做的行动。对，以前很多古代的什么巫师、沙满啊、魔法师都有那种语言的力量、语言能量嘛，所以我其实也相信语言是有力量的。对啊，那怎么办？因为昨天铁火卷，昨天你们一直在讲说，因为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
前几天我们在聊我们这个节目啊，对，那有好朋友给我们建议说，你们这个情绪价值不够，对啊，然后我在想，对，其实有很多时候我很想干掉 Jeff， 但是我都忍住了。干掉归干掉啊，干掉就是一个交流嘛，就像我们常讲的，吵架不是坏事啊，只要他吵架是有意义的事情就 OK 啊，你不要攻击我的外表嘛，这就没关系。哦，对啊 OK， 我开玩笑的啦。所以你批准了，所以如果我吐出不是太好的话，但是是有建设性的，你可以接受。不要讲脏话，但可以讲老木，就类似，对，类似这样可以。OK， 不是建设性也没关系，我的心灵够坚强。为了节目的娱乐性，就反正我们本来讲话，平常讲话也没多客气啊。不会啦，我就已经跟你讲，我因为在追求一种更高层次的修炼，所以我把我的嘴练得比较听话一点。OK， 没关系，在这边可以放开一点。不要那么多理由。对，不要那么多理由，该吐就吐。好。所以像刚刚讲到 smart， 像我刚刚一直强调，在超难期有 smart goal。其实我到目前的体验是，我们有时候会想要做到什么事情，我希望我可以怎么样，我希望我可以把生活过得更好，我希望可以怎么样，我希望可以减肥，我希望可以跟老婆关系更好。可是我们都是想，但是想跟写跟做是3件不一样的事情。是的。然后 smart 就是中间衔接的嘛，你在做之前，从想到做之间，如果你可以把它写下来，你会有一个更具体的指导，拆解步骤，然后对可以写下来，然后你的行为行动就有一个依据的。而且在写的时候会厘清你的想法，有时候有些想法你要把它写下来，就会发现它其实不是这样子的。然后这东西真的很奇怪，就是语言跟文字是有力量的。你就发现它不同。上一次我们聊到 David Goggins， 对不对？所以写下来，然后贴在镜子上。对，每天早上起床看着镜子，看着你贴给自己设定的目标。你也可以刺在手上。有的人是这样啊。对啊，刺在手上。你有吗？我没有刺，对。你的刺青因为我够很多，所以刺是会满。OK， 那你的刺青里面有没有一个是代表你想要？我的刺青每个都是我想要达到的，像我有这个格瓦拉跟 Joker 一人一半的，然后有凤凰、有悟空、有狼人，这些其实都有意义啊，都是我想做的事情啊，或是都是我的故事的一部分。OK， 是故事的一部分，故事的一部分也是我对自己的目标期许。所以我听过一个刺青师讲，他说如果你才18岁，你已经刺了全身，他觉得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因为你的人生如果以后有新的事情，你想要纪念，想要留在身上，就没有空间了。不会啊，你可以请那个有没有科米的那种人帮你刺。图很小很丑啊，科米斯又不会刺青，他搞不好有那种斜杠的啊。没有啦，所以有一个那个我那时候看了那个访谈嘛，那就是几个刺青师在聊他们对刺青的观念。其实大部分人都不认为要把刺青当成一个流行，他们觉得刺青是超越流行性的，刺青应该要跟个人的人生跟故事有连结性。这样的刺青才他们觉得他们比较认同。当然有时候就是流行，大家客人找你说我想刺这个，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很帅，或者谁某个明星有刺，他们当然也不会说你不要找我，他们也会觉得 OK， 那我就帮你做。可是他们觉得真正刺青的东西最好是可以跟个人的生活、人生有连结。我同意啊。对啊，我之所以没有刺青，就是因为故事太多了，刺不完，所以不敢刺。不是怕痛，纯粹怕痛。没有，就是像你讲的，就是如果只是一个好看，那到底什么东西我会觉得我一辈子都觉得它好看？对啊。那至于故事的话，那就是选择嘛。就有的人选择把它刺在，所以你可能是E人呢？我是E人呢。对啊。当然也有刺错的时候，就像我曾经也刺了某一个跟婚姻有关的纪念，我把它涂掉了。2个涂掉了，像 Johnny Depp 一样。对啊，涂掉了。对啊，没关系 ，It's OK。那像我是 I 人嘛，这其实还蛮。你有很 I 吗？我很 I 啊。不会啊。OK， 那你认识我不够深，因为我很喜欢你。认识你这么久，你还不够深吗？没有，因为我很喜欢你，所以我在你面前我就表现出了我记得年轻的时候你一点都不 I 啊。
不要讲了，不要讲好了。没有，我们上次聊过嘛，最终是看我在哪里取得更多的能量。对，那我很确定我是 I 人。我觉得我现在也慢慢变有比较 I 啊，现在比较喜欢独处啊。就现在一个 balance。whatever。好，所以我们刚刚讲到 smart goal 嘛。对，讲到把 goal 刺在手上也是一个身上也是一个方法，比镜子更 hardcore 一点。对，就是逼自己一定要看到。有些人刺在屁股的那种背上，就照镜子。像那部电影啊，诺兰大神导的早期的电影，就讲那个记忆拼图。有一个男他只有5分钟的记忆，他脑部受创，所以他一直要把线索刺在身上，一直要刺在身上，然后看了才知道，不要相信谁，什么怎样之类的。Memento 还是 Memento 好像是西班牙文嘛。对。那时候看那部片，真的觉得真的是结局，以现在的流行语来讲，叫神展开。但是后来他又展现了更多不同的神展开，所以这个东西就慢慢被遗忘了，慢慢遗忘了。对，但是早期来讲，我觉得这部片其实很厉害。还是推荐的。我觉得蛮经典。现在应该还找得到吧？网络时代其实应该什么都找得到。都对，大家如果没有看到这部片，有兴趣想要看克里斯多夫诺兰神导的早期的作品，他是探讨跟记忆有关的，就是记忆拼图。中文片名记忆拼图。对，这个中文片名就取得很好，不要再什么神鬼跟终极了。神鬼记忆，神鬼拼图。反正台湾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东西都要终极跟神鬼。就是魔鬼，方便捍卫终极IP 的概念，方便大家说一听就是把它归在同一个系列，但有些根本没关啊。那你嘞？如果你刚才不是说你也想要重新整理你个人 IP，要让大家认得你采取什么策略？我觉得就是我自己想要把自己的定位设定好，然后内容要调整一下吧。对啊，可以聊一下你就是我怎么定位？过去还是比较偏向以运动员的角色，在经营自己，然后是非常佛系的，就是有时候想到就 po 一下，没想到 po。但我觉得我现在的人生跟生活是运动是一块很重要的，像格斗训练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我现在有些地方提升或是扩充到比较可能有教育思想。或者像你在做萨提尔，我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会去思考这些东西。我想要帮助你身体变更强壮，提升到你的身体跟内心都可以在一个训练的架构之下变得更完整、更健康、更强壮。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是现代人更需要的。而且任何东西都一样，如果在运动方面单纯只是肢体的话，你很容易怠惰，或者你会觉得无聊，或者你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法，就让你可能会终止这个东西。但是它如果可以跟你的生活、人生目标、对自己的期许结合，我觉得就是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所以现在可能就慢慢朝这个方向。然后，那我这个问题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你希望你是以哪一个东西让别人记住你？比如说金色的头发 ，GTO 吗？因为我们刚才在聊什么电影，为什么每次都要加什么神鬼？那其实就是要让人家辨认这一个系列嘛。你听到这个就知道，对不对？阿诺就一定要是什么魔鬼嘛，对之类的，对啊。那你呢？你希望人家你用一个什么概念也好，或者是一个什么符号？可以去让别人更 recognize， 这我倒没想过，这是一个好问题。对，金头发可能是比较不靠谱的，因为发色会变嘛。对啊，而且那个刺青加金头发，有人会觉得是8+9，没差啊。但这样我就想到，如果要让人家记得我觉得我想要让别人记得我的方式，就是一个忠于自我的狂人，但是热爱人生。对，用这样的方式去跟大家建立对我的印象，就是我不会告诉你虚伪的东西，我也不会做我自己不想做的事情。但是我想做的事情虽然是狂人，但是我想做的事情是符合
对自己人生终极追求，就是我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男人，这样的终极目标为前提去执行。对，那就像我这样都可以做得到，那你一定也可以啊。对，就没有到浪子回头那么可怕，我也没做过什么犯罪犯法的事，但其实人生的确走了蛮多岔路，又转回来，然后也很多失败的经验，但我还活得好好的，所以用这个东西去分享，我觉得就像在你们那个萨提尔教练课程有讲到了嘛，其实别人来找你问问题，说你要给的不是答案，而是刺激他怎么样去思考，对，然后我现在其实也想要做的是这件事情，对啊，OK， 啊，期待你。然后我个人 logo 有啊，沿用过去，有帽设计过一个狼的头，然后下面2支武士刀。OK， 还是要有中二的元素了。OK， 期待你把它刺在脸上。现在国外那种不都直接刺青刺脸上？脸是没有啦，我只是一直想，我有想过要去刺在拳头上啊。但是有人跟我说，刺在拳头上跟刺在脖子差不多意思。我觉得那个康斯坦丁那个，那个，我现在没有空间了，我已经没有了。对，我觉得很帅，很帅啊！康坦丁要出续集啦。对，期待。对，希望不要像 Matrix 一样。就是骇客任务最后那个就真的是卖情怀的，真的惨不忍睹。我看完了啦，但就觉得我个人觉得惨不忍睹，我也觉得不好看了。就是卖情怀，是，纯粹卖大家对 Keanu Reeves 奇诺里维在 Matrix 里面的帅气，还有他的那个跟 Trinity 的那个爱情，就卖这个东西，但是很糟糕。我看完了，对，完全不留恋。对，看完就delete 大脑里面 delete， 对，看完就把那个功先清除掉了。对，OK， 还是记得以前的就好。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包括把 SMART 这个工具的大概介绍给大家。反正简单讲就是呢，那5个字母代表的意义，然后之外你要把目标写下来，对，然后写下来最好是放在你常常可以看到的地方，像我就写在我的那个万用手册里面，就是我的小本本，其实是大本本啦，蛮大本，我到后来都还是一直喜欢用手写，很多人说怎么记在手机，可是我就不知道，我对手机或是数位的东西，某种程度来讲还是有点。我跟你讲，我现在采取一个折中的办法，什么办法？我用手写，对，但是我是写在 iPad 里面，因为它真的是很好保存，因为你可以丢到云端或什么，因为纸你一张一张，然后笔记本东一本西一本，有时候就搞乱掉。不过它是1年1本啊，所以我不会搞混了。但是我也有时候是这样，比如说我如果1年1本，但我里面记的东西，有些是可能个人目标，有的时候是工作的东西，有的时候可能是我学习的心得，有的时候这样我不好分类。那你如果说每一件事情1本也是乱七八糟，不会啊，这就是先写大笔记本，再分到各本不一样的。我自己有好几份笔记本。对啊，一定要嘛。但是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觉得这样好麻烦，所以我拥抱数位工具。我还是喜欢有写有温度的东西 ，old school 一点。对啊，问题是你看我这个我还是可以手写啊，也是还是有温度啊。但我虽然字本身就很丑，但我写在 iPad 上，我觉得字更丑，我就不想看。还有电池发热更有温度啊。我刚刚就知道你一定要讲冷笑话，什么温度白痴。好啦，所以写下来非常重要，写下来很重要，提醒了我想，对，跟写跟做是3件不一样的事情。我们这次今天做了更进一步，还把它录下来，然后以后就可以拿来吐槽自己。你的目标没有一个达到，所以1年后，对1年后来检查。对，然后希望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也来一起设定新的目标。对，然后目标不用很大，就是你自己觉得你今年2025年想要改变或想要提升的东西，简单写一下就好。然后网络上也可以 search 一下 SMART 原则，对，来深度学习一下，然后帮助你在不管是新年啊，或者是你的每一个人生的计划里面做更合理，然后更好的设置。然后如果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2025年想达到目标，我们一起来互相，不要讲监督了，互相鼓励。对，因为我们最终南山学院还是希望是一个社群的概念嘛。对啊，希望有志成为更好的男人或者有志成为更好自己的男人们，可以加入我们的行列。然后那天看到留言，
我们没有任何性别歧视的意味，但我们不是女人，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样成为更好的女人。我们只能要求自己成为更好的女人。对。那我们绝对是尊重女性，对。当然了，我觉得女人是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存在之一。当然，对，我的妈妈是女人，对。更重要的是，废话，不然你妈男人是讲了什么话？我语无伦次，应该说我有女儿，所以对我来说，能够为我们的这个新时代的男性定义出一个新时代的男子气概，该有的样貌。对，我觉得也是为了我的下一代啊。对， okay. 你也不希望你女儿年轻的时候遇到我这样的男人吧？其实我也不坏啦，也不能这样讲。你会比较担心一点，是真的。我比较担心遇到算了，不要那个不要讲某位董事长，对，不要讲。OK， 好了，好，亚洲常人。他如果不会啦，他也很好啊。如果我女儿长大遇到像你年轻时候的你，那还真的蛮衰。也不会啊，你那时候还说什么？那时候看我很可怜，还说什么介绍女朋友给我，结果本来想要介绍我妹给你认识，还好没有。后来认识你深一点以后，早在那边，还是不要害你好了，还是不要害你。早在那边。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先到这边告一段落。希望大家2025都健康、平安、快乐，然后过得更有意义。Happy New Year！谢谢大家。